成都啊封城了，从昨天下午6点钟开始。不过这封城这2个字啊，可能也得改一改了。最开始人家叫封城，后来改成了叫全域静态管理，再后来又改成了静默管理。成都这次又发明了一个新词儿，叫做全体居民原则居家。其实都是一个意思，在我看来就是封城，就是不让你出去了，就是整个城市停止运转，通过这种方式来防疫。话说最近一段时间啊，封城的城市可不少啊。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了海南封城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大连封城。大连大家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也是出了新闻，规定坐公交车必须戴 N95 口罩。你想这么热的天，上公交车要戴 N95 口罩，不戴的话还要给你赶下去。结果那个车上都发生冲突，紧接着后来又升级了，就是整个全大连也进入到全域静态管理了。还有那新疆的石河子，是吧？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有的人被封锁的那个地方相当长的时间，根本没有人关注，都吃不上饭，买不到东西，没有地方住。所以啊，现在全国各地到底有多少地方封城，可能没有人认真统计，数字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这是不是因为这20大要到了啊？各地地方政府啊，喜迎20大的措施，咱们不清楚。但是呢，可以看到现在内地的这些各地啊，防疫措施都在层层加码。当然了，这成都的这个封城啊，还是特别引人关注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2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啊，这是仅次于上海之后啊，又一个这个规模的城市进入到了封城状态。封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，能不能会发生上海那样的人道灾难，我们也不清楚。所以啊，成都封城这件事情立刻就上了热搜。和成都封城同时上热搜的呢，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叫热带雨林。这个人呢是成都人，前2天啊被成都市的公安局给抓起来了。事情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8月29号的时候，这个热带雨林呢在自己的微信群里啊发布了几条消息，说啊，这几条消息我还找来看了一下啊，说啊，今晚7点钟的会议议程主要有3项，就是综合各个部门的这个信息啊，来决定是不是要实行5+2方案。如果要是执行5+2方案的话，那马上要启动预案，然后要把这些内容报请到国务院这个什么联防防控办公室来批准啊。然后他这个微信里面还透露了一个信息，就是省里面一直要求成都市要实行全域静默管理，而成都市呢不太愿意，还在争取，就是这些内容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信息就在成都市迅速扩散起来了。大家也知道啊，成都市最近疫情呢数字上确实比较大，每天差不多110人左右。有了这2-3年的这个培训呢，大家都知道这么大的规模，其实随时有可能封城，所以普通的成都市市民也是草木皆兵啊。所以一看到这样的消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就蜂拥上街开始抢购物资。所以8月29号这一天被人称之为热带雨林购物节。据说成都有一个叫红旗超市啊，1天之内就完成了下半年销售的 KPI 啊。紧接着30号这一天，这热带雨林就进去了。他呢，其实一开始呢也有预感。我看到一个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啊，他说他这件事情被市政府知道了，知道之后要整他，要把他弄进去。他自己预测啊，他有可能会被关个5天到7天，但没想到一下子就是拘留15天，罚款1000块。比较讽刺的是啊，就热带雨林呢被抓进去的第2天，成都市呢就宣布啊，跟大家讲不要抢购东西啊，不要囤积东西啊，就是8月31号。然后9月1号，也就是昨天，成都市开始宣布这个全体居民原则居家了。结果老百姓哇又上街去开始抢购去了。那么有些人在29号这一天听了热带雨林的，去抢购一批物资的人就特别感谢他，所以这些人就在微博上开始发帖子，就是说热带雨林对不住，是吧？热带雨林啊，这个你其实成都人民感谢你这样的称号，这样的信息，
于是呢，热带雨林就上了微博的热搜。怎么看这件事情啊？我特地把这个热带雨林被抓起来这个信息啊，就是那个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的信息啊，我找来了看了一下，挺有意思的。跟热带雨林一起被抓的还有一个人，这人叫刘某某。这个公安局发布信息的时候就说，这刘某某是编造信息被抓的。然后于某某，也就是这个热带雨林呢，他说他没有说编造信息，他是说他发布了寻衅滋事信息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啊，其实公安机关也不认为这个热带雨林发布的信息是假的，你就是真的，但是我还是要抓你。你是真的也不行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其实热带雨林，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行为跟当年李文亮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像？李文亮当时是不是就是自己这个发现了这个有疫情、有传染病，他发在自己的微信的朋友圈里头，结果七传八传传出去了，然后呢，公安机关就把他叫去，然后让他写悔过书、切结书、写保证书，对吧？一模一样。围绕着这个热带雨林这个行为，有3条法律啊，我们可以来讲一下。第一条就是传染病防治法。传染病防治法呢，第36条吧，我看一下啊。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，就是涉及到这个传染病的疫情啊，由国务院的卫生主管部门来发布，特殊情况下可以授权省级卫生管理部门来发布信息。所以你看，有人说了，微博上说了，他说其实涉及到像这样的疫情信息啊，其实跟你说的真假没关系，关键是你没有权利这么讲。我看微博上就有人这么讲，所以呢，其实认为政府抓你热带雨林也不冤，这是这个人的理由啊。这里有一个信息需要说明，传染病防治法是授权政府卫生部门公布，但并不表明普通公民没有权利公布，因为涉及到公权力，我们有个原则，叫法无授权不可为，对吧？因为你公共权力部门呢，只有在拥有明确授权范围内来行使自己的权利，这是基本原则。但是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反过来的，我们叫法无禁止即可为。所谓的传染病防治法里头，并没有禁止公民来公布所谓的卫生防疫信息，没有禁止啊，它只是授权了政府的卫生主管部门，你可以公布，你应该公布。所以从传染病防治法上来讲，看不出这个热带雨林的行为违法。第二，就是即便是咱们就拿这条，你就说你类推吧，是吧？发布，你就说不能发布，那什么叫发布？发布，在我理解，应该是面对不特定的对象，要达到一定的规模，这叫发布。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公众号，然后你写一篇文章，你说明天啊，这个要封城了，这可以叫发布。比如说你的公众号，比如说有1000人订阅，或者说5万人订阅，对不对？但是热带雨林的信息就是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微信群里，微信群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，可能规模也不大，然后在这个微信群范围外，很多人把它传播出去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行为能不能叫发布呢？我觉得值得商榷。比如说我们把这事情极端一点啊，我有一个信息我要说，我们家就是一共只有3个人的一个微信群，家里的全是家人，我发出去了，发到微信群里头了，结果这其中有一个人接受了这个信息，传到他自己的同学群里头去了，他同学群有20个人，然后同学群又有一个人把它传到了另外一个群里，这群有500人，最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把它传出去了。这种情况下叫发布吗？这第一个人，因为他只在自己家里头3个人的群里头说了一下，在我理解这不能叫发布。如果这叫发布的话，就混淆了发布和普通人谈论这件事情之间的边界。大家想是不是？如果我们普通公民连疫情这件事情谈论都不能谈论的话，那是什么后果？那就让所有人对政府的公共决策行为都要闭嘴啊！那这是多可怕！这可不是发布问题啊，这是禁止所有人说话呀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其实现在他们的理解就是把发布和谈话混淆了。包括他那个警方公布的那个信息里面就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你在微信群里发布的寻衅滋事的行为，
这是第一条啊，传染病防治法。第二条，刑法。刑法的第291条规定，普通公民呢不能发布编造的、明知虚假的信息进行散布。这291条。但是你想想，热带雨林的信息是虚假的吗？不是吧？警方也没有说它是虚假的，所以这一条其实跟他行为也不搭界。那就是第三个法律了，对吧？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，前面都是什么打架斗殴啊什么之类的行为。第4条最著名，其他寻衅滋事的行为。我们经常说这个寻衅滋事这个法律啊是口袋罪，其实指的就是第4条，其他。什么叫其他？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是其他嘛，我说过嘛，对吧？这个跟真伪无关，跟真假无关。你热带雨林你说的是真的，你也是其他。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有人评论这个新闻说什么呢？说让你跟党走，不是让你走在党前面，你走在党前面，这就叫寻衅滋事，明白了吧？政府还没发布呢，你就发布了，你啥意思啊？你比政府还高明吗？领导还没发布呢，领导刚上桌吃饭，是吧？刚端起杯子你就夹菜，是不是？就这意思啊，就是让领导不爽，让政府不爽，这就叫寻衅滋事。所谓的这个寻衅滋事法，本质上来讲就是这个意思，你让公权力不爽了。说白了，咱说完法律啊，没什么依据啊，咱再说点情理。如果你禁止老百姓在这件事情上说话，我退一万步讲，你禁止老百姓发布，那你自己总得做的事情有点前提和原则吧？什么前提？在我看来有几点。第一，你得及时准确地发布真实信息，对吧？老百姓对公共事务他有知情权，尤其是涉及到这种你有可能要对人家生活有重大影响的行为，你要封城，提前不得做准备吗？对吧？啊，涉及到你这个公共防疫的过程中间，每个人心里不得做准备吗？那你现在的政府，你有没有公布真实有效的信息呢？没有啊。武汉那李文亮当时发现了之后，你把人寻衅滋事了，你政府部门公布了吗？没有啊，你一开始还隐瞒呢，隐瞒了相当长的时间呀。当年北京非典，大家都知道，世界卫生组织到北京来调查非典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为了隐瞒，把那些非典的患者装到救护车里满大街跑，让那些组织到这个医院一看没有，到那个医院一看没有，其实那些病人都在救护车救护车里头，在大街上开着呢。后来不是出来一个医生叫蒋延勇吗？他把这个信息披露出来，对吧？所以当政府不能公布真实信息的时候，公民通过自己的努力获知了真实信息，把它披露出来，这种情况下是公民的自救。你把它称之为寻衅滋事，老百姓不会服气的。为什么李文亮、蒋延勇这些人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间他们是英雄？尽管你在法律上你可能把它定义为寻衅滋事，但他们在老百姓眼中就是英雄，就是因为在老百姓看来，你们自己是在隐瞒信息，而他们是在为普通人传播真相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说你要封城之前不让别人这个随便公布，那你在公布之前，你有没有做好信息准备啊？你8月31号跟人说不要抢购，不要囤积，你9月1号你就封城了。封城之后，你真的能把各方面的供应都做好吗？大家看看上海，上海这么大的国际化城市，有多少人在上海期间当时听信了政府的倡议，后来呢，在家饿肚子，那是真饿肚子啊！别说普通老百姓饿肚子了，那些驻上海那些领事馆、那些外交人员，很多人都吃不上饭呢。那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还专门给上海市政府写信呢，求助啊，希望能够获得一点这个物资，能够吃得上饭呢。那你自己说白了，你这些安排不好，老百姓听到这样的消息，先去准备点物资，有何错之有啊？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你说热带雨林的信息给公众制造了恐慌，我想问的是，在台湾的议会里头天天讨论这个城市该不该封，该不该居家隔离，人家怎么不恐慌呢？
日本现在每天也在讨论是不是要禁足的时候，老百姓为什么也不恐慌呢？这恐慌真的是热带雨林这样的信息导致的吗？还是你政府的信息黑箱导致的呢？你在整个决策过程中间毫不透明，你不让老百姓获得任何信息，把老百姓都关到了信息黑箱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老百姓获得了一点有限的信息之后去抢购，这种情况下究竟该谁来对他们的恐慌负责呢？要我说，应该负责的不是你们这些政府部门吗？你把它归因为热带雨林，说得过去吗？当然了啊，这些都是道理，这些人或许他们心里也知道，只不过出于他们管理的需要，就是要把热带雨林抓起来。但是呢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道理啊讲出来。我们不知道热带雨林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成都市啊会不会重新开放？我们希望啊，成都市不要重蹈上海市的覆辙，因为上海市的那个封城期间所造成的人道灾难呢，不仅仅给上海市造成了那么大的伤痛，它也把全国人民其他城市的老百姓啊心伤透了，很多人也吓坏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祝福成都不要成为下一个上海。来，接下来把你们的孩子，如果他睡着了的，全边喊起来；如果你们家的小孩都已经睡了的，全部喊起来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家喻户晓的《孤勇者》，家人们。